2035年，我们每个人的收入都要翻1倍，这不是鸡汤，这是这次四中全会刚刚敲定的硬性目标。如果你还记得2010年那个年代，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挣钱的年代。2010年，中国人均 GDP 大约只有4550美元，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9905美元，不到8年实现了翻倍。在那8年里，几乎每个群体都在经历自己的黄金时期。工人涨工资，白领换新车，创业者谈1小时就能拿到融资，人们排队买房、出国扫货，全民升级装备。那是一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上升感的年代。而现在15年后，国家又一次定下了同样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人均 GDP 要求再翻1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10年后，中国要进入2.7万美元人均 GDP 的俱乐部。这不是随口说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财富周期正在启动。很多人现在觉得这是一个远在天边的目标，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历史，每一次的倍增周期都对应着普通人命运的重塑。上一次的倍增时代，普通人靠的是房地产的红利、外贸红利、互联网红利，而这一次的2035倍增周期，靠的将是科技红利、产业红利、制度红利。这就是四中全会真正要讲的，不是口号，而是路径；不是怎么增长，而是靠什么增长。很多人听到四中全会，觉得这件事儿离自己很远。其实，这个会议决定的正是你我未来10年的工资曲线和资产命运。根据条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1次，5年任期内一般会召开6到7次。通常的情况下，第1、2次主要定人事，第6、7次是总结和筹备，而每一届的3、4、5次会议往往是最核心的3次，他们决定了政策的方向、增长的结构、钱的流向。所以这次的四中全会其实就是国家未来10年的路线图发布会。会议的核心目标概括只有一句话：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但真正的关键是它的延伸句子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呢？我们先看数据，像葡萄牙大概是2.4万美元人均，韩国呢大概是3.4万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在10年内从1.35万美元的人均 GDP 跨到2.7万甚至更高。这听起来很简单呀，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结构调整。为了让每一个人的收入翻倍，国家必须重新激活3个引擎。第1，科技创新；第2，产业升级；第3，消费提振。这就是四中全会的底层逻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清楚3个关键问题。房地产这一次有什么新的活法？为什么国家要把消费这个词儿提了4次？普通人该怎样在这个第2个2010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先从第1个最接地气的问题讲起，房地产。过去20年啊，中国经济如果说有一台永动机的话，那它就是房地产。它既是地方财政的发动机，也是普通人财富的放大器。但这一次，四中全会给出了全新的定义。公报里写得很清楚了，房地产要服务民生，促进高质量发展。这就意味着靠盖房子拉动 GDP 的时代已经正式谢幕。但是房地产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活法。简单说，以前房价涨是因为缺房子，现在涨得慢是因为大家缺好房子。未来5年真正有潜力的方向，不是地段溢价，而是品质溢价、科技溢价、服务溢价。智能家居、绿色建筑、社区养老、配套医疗这些元素呢，将构成新一代房地产的价值体系。而这也意味着房地产将不再单独拉动增长，它将会和消费升级、科技创新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的增长引擎。这次四中全会当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消费这个词儿出现了4次。上一次的公报当中呢，它只出现过1次，这就意味着国家未来的增长逻辑正在从生产出口驱动型转向消费内循环驱动型。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消费成了新的主角呢？因为真正能支撑收入翻倍的，不是靠国家投资，也不是靠出口，而是消费者的信心。大家现在为什么不敢花钱呢？因为怕未来不确定啊，怕失业，怕医疗支出，怕养老不够。所以这次政策在根儿上做了调整，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水平。这就意味着国家要让你敢花钱，通过安全网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要让大家愿意花钱，通过供给升级带来新的体验，还要让大家能花钱，通过收入增长、税收优化来增强购买力。
而这3件事儿一旦被激活，将成为未来10年消费市场的3驾马车。我们已经能从一些信号当中看到变化了。国庆节期间，北京苏宁易购万元以上的家电销量上涨了73%，高端智能家电、健康检测设备、AI 家居助手成为了畅销品。适老化改造、远程医疗、沉浸式娱乐这些服务类消费快速增长。这说明中国人的消费已经从买便宜货转向了为品质和情感买单。未来5年，智能家居、健康科技、情感消费将成为主流风口。谁能把科技加服务结合得好，谁就能吃到这一轮增长的蛋糕。所以你会发现，这次的消费升级不再只是买东西的升级，而是整个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升级。所以不要再问经济能不能回到以前，国家现在的目标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转换轨道，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这就是为什么4中全会之后，房价不一定会猛涨，但是生活质量一定会在提升。工资涨幅呢也可能很有限，但是大家的消费机会会更广。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最大的机会不在预测涨跌，而在判断方向。如果说上一轮的财富主线是房地产、外贸、互联网，那么下一轮的主线呢，就是科技、消费、民生、制度红利。上一轮的财富周期可以说是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增长来自4驾马车：房地产、政府投资、外贸、互联网。那个时候呀，只要你在这4个领域里面做对了事儿，买了房子，做出口贸易，进了大厂，或者你搞金融，那几乎呢都能跟着时代一起上升。但是这一次不同了，4中全会已经明确，未来10年的核心增长点将由新4区取代旧4区，这4股力量将成为2035年收入翻倍的真正的引擎。第一个新的驱动力就是科技创新。过去20年，房子是中国的土地红利，未来10年，科技就是新的数字土地。公报首次提到了未来产业这个概念，包括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 AI、脑机接口、先进能源等9个领域。同时还有8个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生命健康。这些呢，就是下一个10年的基建。只不过这次的基建不再是水泥，而是算力；不再是钢筋，而是算法。所以，如果你在这10年里面能够跟着科技产业的成长曲线布局，不论是就业、创业还是投资，都相当于买入了国家战略的期权。第二个驱动力呢，就是制造业。过去中国制造卷低端，未来中国制造要卷高端了。今年9月，高技术制造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25%，也就是说，每生产4块钱的工业产值里面呢，就有1块钱是来自高科技行业的。这背后是一场彻底的结构重估。中国制造不再只是世界工厂，而是全球中高端供应链的控制中心。制造业升级意味着3个机会：第一，高端装备和国产替代；第二，出海和全球产业链的再布局；第三，投资端的制造业 ETF 数字制造的龙头企业。第3个驱动力呢是绿色能源。这次4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未来10年，中国要同时完成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资本结构的3重转型。新能源汽车、储能、氢能、光伏这些行业的周期才刚刚开始进入现金流兑现期。如果你还记得2009年4万亿基建的时代，那是铁轨电厂的黄金10年，而现在呢，新基建的黄金10年将属于新能源科技和绿色制造。最后一个驱动力呢是资本市场。4中全会特别提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这其实是对普通人最有现实意义的信号，因为未来的收入翻倍不只是工资涨，而是资产涨。养老金入市、ETF 的普及、REITs 的扩容、个人投资者结构的优化，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居民财富正在被制度化的引导进资本市场。过去10年你靠房地产赚的钱，未来10年呢，可能靠 ETF 也赚得到。中国从房地产财富的时代来到了资产配置的时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金融知识和配置能力将成为新阶层的分水岭。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我该投什么，我还能赶上哪一波？那我的回答就是，别去赌市场的短期波动，要抓住结构性的周期。未来10年，适合普通人的资产路径可能是这样的：
科技与制造的 ETF，因为它跟国家战略同步；贵金属和资源配置的 ETF，因为它可以对冲货币风险；海外分散化资产的 ETF，因为它可以帮你在全球周期进行互补；长期养老金账户，因为它是你的政策保障和税收优惠。当然，这些只是趋势的研判，不构成投资的建议。但在一个2035年倍增的计划的周期当中，唯一确定的是结构在变，赢家也在换。2010年的时候，中国刚刚加入全球产业链，那是互联网和地产的黄金年代。而2025年的今天，我们站在另一场变革的起点，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制造升级、金融开放，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二个2010年的底色。所以，当别人还在问房价会不会涨，经济会不会崩溃，你要问的是我能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赢家？因为时代从来不会奖励旁观者，真正的财富总是留给能看懂趋势的人。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